在中印对峙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双方已经举行了第7轮军长级会谈。在会谈无果后，印度陆军军团紧急换帅。又在最近，这名新任指挥官向部队传递出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据环球网援引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13日，新任指挥官梅农·哈林德尔辛格印度陆军第14军团指挥官的位置。与此同时，苏辛德拉·库马尔中将则担任第16军团的指挥权。值得注意的是，这2名新任指挥官传出的消息，梅农和库马尔都告诫自己的部队应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以及应对边境局势。结合目前局势，言一亚之意不就是为了应对巴基斯坦和中国吗？对此，该报道认为，这2名指挥官的表态意味着对印度军队准备同时应对来自中巴2国的双重威胁。要知道，第14军团的这一名指挥官可不是一般人。通过一名印度国防部发言人的讲话，我们可以了解到，梅农有着杰出的职业生涯，并且担任过许多重要的指挥参谋任务。据悉，他曾担任过印军锡克教团的团长、火与怒军团指挥官和新德里征兵总监。在他接任第14军团指挥官一职时，就告诫该部队应依照此前各自做出的承诺，继续热情地履行自身职责，并且时刻准备应对任何国家安全威胁。他还表示，该军团的所有人都应当努力坚持国家第一的原则。再来说说第16军团的新任指挥官库马尔。首先，该军团主要负责与巴基斯坦军队进行对峙。其次，库马尔表示，能接受这样一支拥有多年历史的精英部队是他的荣誉。他敦促该部队的各级人员继续以最大的热情履行自己的职责，始终保持战斗准备。由此可见，这2名新任指挥官都不是什么善茬。现如今，印度方面已开始向欧美进口大量的冬季防寒物资，甚至启用了与美国之间的有关装备备忘录协议，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以补充印度陆军的军事力量。自今年4月以来，印度军队就开始不断地挑衅周边邻国，在列城地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陷入对峙僵局，同时又在扎莫地区实空线附近巴基斯坦军方交火。印度军队恐怕要是在所谓的拉达克等高原地区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总而言之，就目前情况来看，要等印军握手言和是不可能了。我们必须清楚，导致当今对峙局面的责任不在中方，我们必须要认清事实，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同时，我们应该相信我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决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自今年6月中旬以来，中印边境局势持续紧张，目前双方一线部队正在持续对峙。据公开消息，印军部署在中印边境高原地区的士兵超过20万人。要知道，这些海拔高度非常高的地区，由于缺氧、气压降低、严寒、地热湿度，还有强烈的太阳辐射，会导致低氧风险。特别是在11月之后，该地区降雪量将达到40英尺。目前已有新闻报道指出，有印度士兵在前线哨所被冻死的新闻。说实在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尽管印度方面多次声称他们的物资准备得很充足，但实际结果表明这都是谎言。就在最近，《环球时报》援引印度斯坦时报报道，为了应对所谓拉达克地区的紧张局势，印军正在向俄罗斯采购大批的冬季服装，可这根本对不上所谓充足一说啊。根据之前分析人士表示，所谓全线无恙、物资充足等等，完全是针对国内说的。话说回来，很多网友说别天天瞎操心印度了，管好自家温饱。不错，印度士兵物资准备如何，我们的确管不着，但是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是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国解放军过得如何。据央视新闻报道，班公湖已经下了第一场雪了，但即使在零下几十度的恶劣天气下，我军士兵依旧是吃饱穿暖。从央视新闻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见，在班公湖的临时哨所里面堆满了各种补给品，其中包括自热米饭、方便食品、饮用水等等。同时，附近兵站基地也在为位于5600米海拔的各个哨所运输补给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把88式狙击步枪，但它的本质是一把精准射手步枪。据悉，该狙击步枪有效射程800米，精确射程600米。狙击手可以附带的进行侦察，狙击手可以引导火力打击等特种战术，与95式班用轻机枪、03式有托步枪构成班级核心火力。此前，我军委后勤保障军需能源局会同有关专家赴边防一线，部队官兵表示，新列装边防的巡逻备不仅设计先进，而且技术含量很高。此次列装的有包括防寒头套、保暖缩汛服、轻便防寒保暖缩汛服等在内的15个品种。结合士兵们的作战环境，这些新边防缩汛服使用的是国内最新研制的高强聚酰胺纤维，在保暖的同时不影响作战效果。
不仅如此，我军新型可插装式自供保暖营房也部署在一线边防地区。该新式营房采用节能建筑、太阳能发电模式，可以使其在海拔5000米、室外温度零下40摄氏度的环境下，还保持室内温度高于15摄氏度。由此可见，我军所处的地位确实艰苦，但是相比印度可是好太多了。正所谓冷的边关，热的炫。近日，我国新型方舱落户海拔5000米的高原地区。央视新闻公布10月份我军在班公湖画面后，印度斯坦时报发表文章称，指责中国没有立即计划在拉达克撤离或降级。印度电线报也发表文章，指出前线印军面临的物资4大考验，对前线印军在极端困境下的生活无法想象。首先，重要物资的采购问题。据一媒报道，在高原地区驻扎，印度给印军们准备的营房分为2种，一种是供3至5名士兵使用的进口北极帐篷，另一种是可容纳6到20名士兵从当地采购的各种保温营房。先不论现在印度造保温营房质量如何，但据报道称，保温营房安装的特殊加热器需要消耗大量煤油作为燃料，没有特殊加热器，印军不可能生存下去。然后就是进口北极帐篷，适用于高海拔地区的服装和登山设备一直紧缺，印度正加紧采购，但是这些设备基本来自欧洲。因为疫情，欧洲工业现在什么情况，相信大家应该明白。重要防寒物资的采购依赖国外，先不说价格是多么昂贵，据报道了解，交付印军至少需要1个月，等这1个月大雪封山，运输又是问题。其次，医疗后勤保障问题。据报道称，高原地区印军将大量出现潜在高海拔并发症，像是肺水肿、脑水肿以及低温导致的病情，出现冻伤、血压偏高、流鼻。
上个月月底，印度国防部批准了一项军购计划，用30亿美元的军费从美国购买30架 MQ9 无人机。印度要得很急，要求其中6架必须立刻交货。当然，美国也很开心，毕竟像 MQ9 死神无人机这种产品，在美军手中单价也就1700万美元，但是印度购买的单价却高达1亿美元。但是没想到，本来板上钉钉的大买卖突然生变。据《环球时报》10月8号援引印媒消息，对于这批军购计划，印度的态度突然变得犹豫。其国防部表示，实际上对于这批军购，印度还没有做出最终定论，前脚还急着要美国立刻交付6架，现在又说没有做好最终决定，这不是傻人吗？印度空军表示，这是因为即便武装了这一款无人机，那也很难帮助印度空军有效获得制空权。听到这儿，大家应该都懂了，印度不老实，没说真话。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一点 ，MQ9 死神无人机是美国开发的第一款专门设计作为猎杀用途的无人机。今年年初，伊朗将军苏莱曼尼之死就是这货干的。目前，大多数攻击无人机都是用来针对地面射伤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任务的。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代发展，未来无人机的用途也会越来越广泛。但是至少在现在，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用无人机来争夺制空权，因为制空权的争夺根本就不是当今无人机的能力范围。然而印度却给这么个无法夺取制空权的理由，啥意思？这不摆明了就是一借口吗？而且还是个十分可笑的借口。事实上，印度这次出尔反尔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受疫情影响，印度经济水平持续走低，正陷入近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衰退时期。但是莫迪在美国怂恿下，还不停地挑起与邻国的摩擦。到如今，印度面临双重作战的风险，不得不紧急采购大量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光是今年，印度军购花费的钱就已经达到了上百亿美元之多。而这个时候去买单价高达1亿美元的死神无人机，简直就是吃力不讨好，因为这款无人机对印度来说确实帮助不大。据了解，主导购买死神无人机的并非是印度空军，而是海军。但是，印度在海上与其他国家都没有纠纷。印度方面表示，这款无人机也可能会派到斯维拉达克地区作战。不过，这样正好我们的红旗16就能派上用场了。所以，综合来看，买这么一个性价比不高的东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